不久前啊，美军单舰闯我西沙的领海，他没有得逞，他后来就纠集另外2艘美舰再去闯。解放军9艘战舰是迅速出击围猎，如果美舰再乱来的话，必要时就会直接使用撞击战术撞沉美舰。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最近网上流出来一段视频，据说是渔民在西沙水域去拍摄的，在视频中发现了有多艘的美舰这解放军在围猎闯我们西沙领海的这些美国的舰队。大概看一看呢，也能看出来的军舰是很多的。据说呢，我方是出动了9艘战舰，美国那边也有3艘。美国出动了提康德罗加导弹巡洋舰，还有2艘伯克级。我们这边是9条军舰其中呢有6艘054A， 还有1艘052D， 还有1艘呢是比较老，看它那个桅杆后部桅杆上部它是涂黑了，这是咱们052驱逐舰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标志吧，就是当年我们造的112、113舰。那么另外还有1艘呢，就是我们老旧的这个引进俄罗斯的现代级驱逐舰。这事情是怎么回事呢？那不久前，美国那艘伯克级驱逐舰米利厄斯，它不是闯入咱们西沙的这个领海吗？结果被我们南部战区把它给驱离了，这美国人不服啊。第二天呢，他这个美军再摇人过来，又增加了2艘，就是那提康德罗加导弹巡洋舰，还有另外1艘伯克级再来闯。不过这一次虽说美军是来势气势汹汹，我们的解放军也是气势如虹如果说美军真的在这个地方要乱来的话，这次就真有可能使用这个撞击战术。皮糙肉厚的现代级呢，又正适合扮演这个角色。那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几点。这第一其实双方都是有备而来的。你看第一次米利厄斯闯咱们西沙领海的时候呢，被我们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把它给赶出去了。那你看这就是第二天他立马就摇人招了另外2艘军舰过来，3艘军舰一起成这个三角的作战队形，就往我们西沙领海里闯。你想想，说明他们那些军舰就在旁边等着呢。你一天时间，你说从美国哪些基地往这边赶，那也是赶不过来的。他其实就做好了准备，也就是说他有1个批次、2个批次，第1次不行，我第2次怎么干？很明显，这是一个比较周详的一个作战计划惹事儿的时候，他也是打好了底好，做好了准备。那我们这边也就不用说了，你看嘛，我们一下就出动了9艘军舰，而且这一次和上一次不同的是，它不光是南部战区。那你想，我们南部战区是没有现代舰的，我们最早的052型它也不在这个南部战区地方，说明这个地方是中美双方都心知肚明，在关键时刻看谁真的敢这个顶上去，真的敢把这个气势给压进去这也说明呢，双方的这个对抗的规模比较大，而且激烈程度也是比较高。第二一点，我们就从这个事情再结合美军现在在南海地区的各种操作，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遏制我们中国的军事部署在加速，制造军事事件甚至制造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增大。第三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美国这是在搞一种升级的行为。我刚才说了，他们是有备而来，是有可能会把这个事情升级的。他要把事情挑得越大越好，从而呢凸显他在南海地区和整个西沙这个地区的存在。你看这一次他跟在南海地区和菲律宾搞军演还不太一样，他是直接要闯我们在西沙的领海。可以说这个做法，这个用心是非常歹毒的一个做法，而且呢也非常的狂妄。当然，作为我们解放军这边也是严阵以待我们会非常的克制的来做这个事情，我们都是按照这种规则来操作的。但是我该狠的时候，我绝不手软，我撞你都是完全在我的计划之中。我们从整个这个事态上来看也可以看出一点来，那就是美国现在呢确实是依然处于海军的军事霸权的优势，因为你看它基本上还是压在我们的周边。但是呢，由于我们力量的迅速增长呢，美军现在在西太地区，你搞这些事情绝对得不到好处。